Hello，大家好，我是小米，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戴森球计划，我们的保姆及流程攻略啊。继续上一期我们是做了一个这个紫糖的产线，并且给大家详细的讲了一下增产剂的十几种用法啊。上一期虽然讲完了，但是小米忘了把我自己的这个糖厂的增产剂给它涂上了，我们先去修改一下。然后一上来呢，先说一些有关上一期的一些小问题吧。一个就是我的这里的糖厂忘了去做这个增产剂了。二是有的小伙伴在这个弹幕中说是在我们的紫糖阶段就可以考虑把所有的这个带子和爪子都换成蓝爪和蓝带了。我个人觉得是以糖去判断是否更换这个爪子和带子是不是很科学的。带子可能还相对好一点吧，但带子的成本也不便宜啊。我觉得以电力作为你能否更换这个爪子啊，作为和这个带子作为一个评判标准会更合理一点啊。如果你电力自由了，你自然是想怎么换就怎么换啊，都是无所谓的啊。但如果你仍然是电力还是挺紧张的啊，我建议你还是做一下量化啊，能不用高级的爪子，尤其是爪子和这个制造台啊，那个爪子和制造台是最耗电的啊，这个带子就是成本高一些，其他的倒还好啊。这是我需要跟大家稍微的解释说一下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呢，大部分我都在这个评论区进行了一些解答，有一部分呢我会在流程里涉及到的呢，我会再详细讲啊。好，那这一期的我们的一个目标。其实工厂怎么造呢？我觉得大家应该在这个时间点都知道的差不多了啊。绝大多数小伙伴可能自己玩的快的都已经玩到这个绿糖之后了，甚至有的小伙伴已经通关了。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呢，再去细枝末节的，当然这个工厂怎么造我也会放一部分在我们的视频里啊，但是再去细枝末节的一点点讲工厂制造的流程，就是进度有点慢了。所以我会在这个视频里优先去捞干货啊，先把我们的一些机制的东西给大家讲清楚。至于工厂怎么造呢？大家一是可以去看我的那个全流程的那个大合集，二呢是可以自己去摸索一下啊，稍微的这种工厂类的游戏自己摸索去建的过程是这个驱动力之一啊，是快乐的源泉之一。所以我还是想让大家尽可能的也能体会到这个自己造工厂的这个乐趣啊。所以呢，我会优先讲一些机制的东西在里边啊。那这一期呢，优先想分享的机制呢，一个是上一期说的是增产剂是吧？这一期一个是想说行星护护盾，一个是想说能量枢纽啊，这两个东西。还有一个呢，想说的就是有关绿糖的一个思路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们的绿糖应该选择怎么样去做，以及做多少，以及以什么样的为目标去做啊。这三个事情是我这一期主要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好，我们这边补完啊，补完以后呢，我带大家去一趟我的这个电理性啊，去开始说这个有关能量枢纽的事情。好，我们先来说一下有关于行星护盾以及如何防治太空黑雾的方法。因为我们这个档是一个被动难度档啊，太空黑雾是不会来袭击的。那假如呢你并不是被动难度档啊，你开了一个这个普通的正常难度的档啊，这个来到了一个新的星球上，你会面临着把新星球上面的这个黑雾巢穴都拔掉。拔掉的过程中呢，太空黑雾的这个好感度一直会涨，也就是威胁度一直会涨，涨满了之后呢，就会来太空的这个黑雾的袭击啊。那小米呢，强烈的建议大家呢，一定要等到我们的这个太空编队扩容解锁最少2级啊，最少2级，有一些这个护卫舰和最好有驱逐舰啊，有了一些护卫舰之后，我们再来去清理这个大范围的去清理黑雾啊，否则的话，你面对太空巢穴的袭击呢，可能会比较难受啊。当我们的这个太空舰队起来了之后，你地面的黑雾怎么清都是无所谓的啊，太空的黑雾就会被我们巡逻的这些太空的这些部队直接就给打掉。那如果你说前期我就想清怎么办呢？也不是没有办法，就利用我们前期用到的这个导弹塔以及我们后边科技上能解锁的这样的一个电磁炮啊。
这个磁化电浆炮，这2个都是一个对太空黑雾的比较有效的手弹。当然这个东西太贵了，它要以这个等离子胶囊为这个导弹啊，这等离子胶囊需要用到重氢啊，就相对来说比较贵啊。那你如果使不起，那你就使导弹塔就可以了啊。那如果你觉得你的导弹塔的这个伤害不够，或者是你这个打的都不够这个伤害啊，或者是你觉得防不住，那怎么办呢？就可以配合我们的这个行星护盾啊。行星护盾啊，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描述啊，它这里会有一个工作功率24兆瓦，然后待机功率12兆瓦。可以看到12兆瓦的这个待机功率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的高的啊。有的小伙伴呢就觉得这个东西太高了，可能就不好用啊，但实际上不是的，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用的。那好用在哪儿呢？首先啊，它的这个12兆瓦呢写的是一个你不能叫平均值吧，指的是一个这个叫做什么估算值啊？你可以把这个行星护盾放下之后，你可以打开一个行星护盾的面板啊，上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星球的一个缩略图啊，点开还可以直接打开啊。然后呢可以看到耐久度，耐久度实际就是我们的这个护盾的血条啊。这个护盾的血条呢，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星球的电力来换的。当这个护盾的这个电力，你可以看到这边未供电啊，电力在一直充电，充到最高的时候，它的这个血量就最后，它能抵挡的太空黑雾的伤害就越高啊。太空黑雾跟我们地面黑雾还是不太一样的。太空黑雾它的袭击一般来说是有一定的时长的，打了一段时间呢，没打动，或者是打完了就回去了，它不会一直在这里待着，直到不死不休的那种啊，不会。所以如果假设说我们的这个血条足够厚，这个血量足够多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肉厚的这种状态去扛过这个攻击啊。然后呢，等他们走了之后呢，再用这个星球的冗余的电力给这个护盾充电，也就是回血啊，你就可以来防御这个太空黑雾了。但是呢，如果你按照这个官方的教学来看呢，它会告诉你啊，一个护盾发射器最大只能维持全球4%的行星护盾面积。哇，你一想这一个这个星球要25个护盾，这也太多了，这不好用。但实际上它这个描述并不够准确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护盾下面呢有3个能量条啊，其中第一个能量条呢是到启动，第2个能量条是到正常，第3个能量条是到满啊。我们把这个护盾稍微充起来一些啊，给大家说会比较这个有直观一点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先在一个多大的位置啊，我们找到这个这个星球的这个赤道啊，赤道也就是纬度是0，上面这行是0，然后呢找到这个经度144度啊，144度。我们如果把这个星球的这个赤道进行五等分的话，一份就是72度嘛，144度就是其中的一个等分的点啊。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放下，你可以放下呢，我们没给它连电啊，所以它现在没有显示一个充电的状态啊。我们可以把这些都离得稍微，或者先断开啊，先断开。然后呢，我们去给这个护盾充电啊。你可以发现一件事儿啊，把这个也断开啊，不要干扰我啊。我们假如说啊，我们的风力发电机理论上是不可能带得动它的，对吧？它的待机功率都要12兆瓦，我们的发电功率一定要大于它的待机功率，它才可能这个运行得起来的，否则它根本就运行不起来啊。但是呢，你会发现呢，5个风力发电机的时候，它还是不行啊。当然，我们这个星球的这个风能利用率太低了，所以可能不止5个。你要在一个100%的星球，大概也就是5、6个的样子啊。我们再多摆一点啊，再多摆一点，因为我们的这个风能利用率实在是太低了。然后我们再摆一些啊，大概那这里我们可能得摆10几个啊，我们多摆一些，不要连到我们的主电网，就用这个风力发电机给它供电。这摆了多少个了？还不行吗？看一下，1.8兆啊。1.8兆瓦应该已经可以了，你看到它就已经开始出电了。实际上呢，这个拐点值呢大概在1.2兆瓦的时候啊，也就是说，正常的风力发电机300多 K 的话，应该是5、6台就可以给这个行星护盾发电器充电了。这个是远低于它字面上写的这个12兆瓦的这个数值的。但是它这个12兆瓦也不是随便写的，从0到启动的这个时间点啊，我们只需要1.2兆瓦的这样的一个兆焦的一个兆瓦的这样的一个电力，我们就可以给它充电。但是只能充到启动这里啊，在它充到启动之前呢，它就等于是个废物啊，它啥也没有啊，所以一定要等到它充到启动的那个点啊，它才会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我们把这个电网给它连在一起，这风电我也就不拆了啊。然后我们等到它到启动啊，再回来给大家看。好，我们看一下这里啊，这里从启动已经开始往正常走了。当它开始过了启动的这个点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
这样像一个薄膜一样的蓝色的薄膜的东西在这个表面再开始生成，这就是所谓的护盾啊。当它到了正常的时候，它就是这一个护盾撑起来的这个薄膜的最大的一个范围啊，就是到正常。那有的小伙伴可能觉得教程里写的4%呢，指的是这个薄膜的范围，但实际不是的啊。你可以看到这个薄膜呢是中间是蓝色比较浅，边缘蓝色比较深，比较这个看起来比较暗的这个地方，这个越亮的地方，蓝色越浅的地方呢，代表它的这个护盾的这个强度越高，这个地方的这个面积其实才是4%啊，也就是说每一个护盾最核心的强度最高的这个面积是4%。那你如果你想让你的全球都有这么强的面积的话，那你的确是需要25个护盾啊，否则我们只需要7个护盾就可以实现这个全星球的这样的一个覆盖啊。其中赤道是5个，分别是0和0的地方啊，72正负72和正负144的位置啊，就沿着你的赤道线去铺。那另外2个呢，自然就是在极点的位置啊，只需要这个7个行星护盾就可以实现对你全球的这个覆盖了啊。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耐久度一直在涨，耐久就指的是你的这个电力换的就是它的这个 HP 啊，其实就是这个护盾的血条啊。然后呢，平常的时候呢，你不点开这个护盾，基本你可能看不到啊。你按 M 键的时候，你可能看不到，这边会多一个这个行星护盾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这个覆盖度啊。这个覆盖度呢，实际上，我个人觉得没有啥太大的参考意义，我觉得可以不看啊。然后可以看到它的最大回复速度啊，以及等等一切的啊。我们在这里勾选显示，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这个薄膜的这样的一个覆盖程度了啊。那之后呢，我就可以把这里给它覆盖上。然后值得注意的是呢，我这里是一个被动难度啊。这个行星护盾呢，2个作用，一个作用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可以抵挡太空黑雾的袭击啊。当然，如果你想这个撑起的护盾数量不要太多的话，比如说你像我一样，你只撑7个，那你光用护盾你肯定是扛不住的啊，因为这个血量不够打的啊，不够维持的时间不够长啊。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配合一些导弹塔啊，我们只要让它帮我们拖延这些时间，在这些时间里，地面上的这些东西不会受到这个黑雾的这个伤害。那我只要在这段时间里把这波来袭击的黑雾打掉啊，这波袭击不就扛过去了吗？啊，所以你要配合一定数量的导弹塔，这是它的第一个功能。那其实，在被动难度下呢，我们主要用的是它的第2个功能啊，也就是它所有的这个薄膜覆盖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这种颜色非常深的区域是阻挡伤害非常强的一个区域啊，不浅的位置呢，可能阻挡伤害的效果没有那么好，但是只要被这个蓝色覆盖的位置，它就可以防止中继器的一个降落啊，也就是说再也不会有这个黑雾来给我们打动了啊。当你觉得这个星球的电力已经这个相对来说啊比较富裕了啊，不需要再有额外的这个电力了，我觉得就可以让它去撑起这个行星护盾啊。当然，你说你是被动难度，你完全不撑啊，你也可以的啊。它除非影响到你的这个建筑的这个摆放啊，否则你完全不打这个黑雾也是没关系的。但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它一直在这里啊，会比较烦啊。因为它到处打这个洞，有的时候打的很多，你每次铺大产线的时候，你还要再去清啊，就很烦。所以索性呢，就去撑一个这个黑雾，撑一个这个护盾。这个护盾呢，当它能量充满之后呢，它就会以12兆瓦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去待机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的这个电网上，绿色的这部分是因为在有护盾在充电啊，所以它会有一部分绿色的部分。当你的护盾都充满电了后，这个绿色的部分就没有了，但是它大概会占掉你整个星球大概100兆瓦的一个数值啊，所以你一定要让你的这个星球的富余电力超过100兆瓦，你才考虑这个行星护盾的事情啊。好的，那关于护盾的这几个特性点，我就给大家解释清楚了啊。那我也会到我的电力性上也会撑起这样的一个护盾啊，主要就是防止黑雾降下来很烦啊。好，我们来到了我们的电力星球啊，我已经把绝大多数的行星护盾放下了。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电力球的发电量，2.29G 瓦。一般来说，如果你只以通关为目标，或者说是你不想造一个特别大的糖厂或者是戴森球的话呢，2点几 G 瓦的数值是足够用到通关的。那即便你后边想造一个大工厂啊，那2点几 G 瓦的这样的一个发电量也足够你用到这个出小太阳之前啊，所以这个发电量应该是足够的。即便如果不够呢，我们现在其实这个潮汐锁定的这个星球的向阳面，我们大概也就铺了1/3左右啊。如果全铺了的话，顶到6、7 G 瓦应该问题都是不大的啊。这是关于电力啊。
关于发电星球，我已经在前几期视频里跟大家说得很清楚了啊。如果你是用这个风电的话，也完全可以顶到2.几 G 瓦的这样的一个数值，我已经试过了。全球铺风电的话，大概要铺3箱吧。这个用这个小箱子去铺啊，3箱的一个这个风电啊，你也能顶到这样的一个数值。选择一个风能利用率高的、比较空旷的星球去做就可以了啊。然后接下来呢，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如何去把这个电力输送出去。因为我们这个星球，你如果看的话，它的这个耗电需求其实就是一个这个行星护盾的这个电量在需求啊，其他的没有任何的工厂啊，这个星球是没有任何工厂的，所以它没有什么耗电量的需求。那这些电力我们一定要给它这个输送出去，输送到我们的母星或者是其他星系，它才有意义啊。那如何进行这样的一个电力输送呢？利用的就是这个能量枢纽。能量枢纽呢有几个特性啊，我在这里给大家开始讲一讲啊。首先第一个特性啊，就是能量枢纽它只转移电力，它并不凭空产生电力啊。说这句话的时候，让我想起了缺氧里边的那个液冷机啊，它只降温，但是它不它不消耗热量。它只能把这个电力进行转移，但它并不能凭空产生电力。上一期有小伙伴问啊，说如果这个电池啊，你说你喷了增产剂，能量翻倍了，那岂不是凭空产了一些电力？但实际上不是的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充满电的电池，我们这边先拿一些电池出来了。比如说我们先拿一些电池出来，我们在这边去充一下电，给大家看一眼啊。我们把这个能量枢纽放在地上啊，然后能量枢纽的这个电池是通过传送带这个输入进去的啊。我们人这个伊卡洛斯很难把这种建筑类的东西直接塞到这个机器里啊。一般来说，我都习惯是用一个箱子做一个转接啊，比如说我们这样去给它抓进去啊，随便抓一点进去就可以。这边随便给它插一根风电啊，让它当一个那啥使。然后在这边我们打开能量枢纽的这个界面，选择充电模式啊，它分为放电、待机和充电模式，它就会把这个空电池转化成有电的电池再输送出来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充电的这样的一个功率，实际的功率就是108兆瓦，但如果你用的是那种没喷过蓝漆的电池呢，就是这个54兆瓦的额定功率啊，这就是一个差别啊。但是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空电池啊，我们看一下没有喷蓝漆的电池，它的蓄电量540兆焦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喷了蓝漆的空电池也是540兆焦，满的电池还是540兆焦啊。它的这个总的蓄电量是没有变的，只不过它的充放电的功率变快了1倍啊。它这里是功率，功率反映的是一个速度啊，你可以理解为它充放电的速度更快了啊。这就是这个电池喷了蓝漆之后带来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它只转移电力，它并不能凭空产生的电力啊。这就是这个电量的转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第二个就关于能量枢纽的特点呢，就是这个它有一个电力自适应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这个电力自适应的性能，其实在我们之前讲火电的时候我也提到过啊，就是它会根据你的这个电网里耗电量的东西的多少来决定发电的功率是多少啊。比如说啊，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把已经充好电的电池，我们这时候选放电啊，因为放电模式下的能量枢纽，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大号的发电机啊，用电池作为能源的一个大号的火力发电机，烧的就是电池充满的这个电池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发电机。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把这个，哎呀，我还是抓不进去，我还得用一个爪子给它弄进去，因为你这样举着电池，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建筑，它塞不到这个建筑物里边。然后我们再找一个箱子，不用多啊，8个电池就够了，做个演示啊。我们这边抓一下，然后我们给它一个初始电力。把这些电池抓进去啊，这样就足够了啊。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能量枢纽的这个界面啊，你可以发现它的实际功率是0，因为它的整个电网里就只有它自己，没有任何的耗电设施啊，所以它的实际功率是0。假如说这个时候我们给它接一个小电线杆，在旁边放一个空的这个待机的熔炉，熔炉它有待机功率的12k 瓦，你会发现它的发电功率就变成了12k 瓦啊。假如说我们放一个这个行星护盾啊，行星护盾。
前后混动会去充电啊，它的充电的这个工作功率24兆瓦，它这边就会是一个24兆瓦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啊，所以它的这个电力是有一个自适应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在的，这是一件好事哈。但是呢，能量枢纽它有一个坏处哈，它的坏处呢就是先说这个放电，它的放电优先级是在整个电网里的优先级是最高的，什么意思？假如说你这个电网里啊有这么多的清洁能源，比如说太阳能也好呀，或者是地热也好呀，风电也好呀，然后还有一些会消耗这个燃料的能源，比如说这个火电啊，或者是核电，那这些东西我们肯定是希望它优先的去花这个清洁能源带来的这部分电力，因为什么？因为它们是没有消耗的，没有损耗的，而这个火电和这个核电什么的，它是要消耗这个燃料的，那所以我们肯定是希望先花这些的。但实际上呢，当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这电网里，由于它这种自适应特性，它会均摊这些电力啊，它并没有办法做到优先级。而能量枢纽就更离谱了，它这个其他的东西还跟它们均摊，能量枢纽一旦跟它们在一起，它会自己优先耗自己的电。它会优先这个蜡炬成灰泪始干啊，它就会优先消耗自身啊，然后先把自身的电力花完了，如果不足以供给给别人，它才会考虑消耗别人的这个电力啊。比如说我们这里带了这个一个风电就够啊，一个风电带了2个熔炉，你可以看到这个电网的这个电力啊，一共是耗电是需要24 k 瓦，209的风电是绝对可以供应得上的。这个时候，假如说我们给它连在这里，你会发现这个24 k 瓦就被这个能量枢纽抢过去，它优先花了啊，这个风电就吃干饭了，它就没有用了啊，它就消耗不出去，没它啥事儿了。这就是这个能量枢纽的一个不好的地方，它的放电优先级在整个电网里是最高的。那它还有一个特性呢，就是充电啊，它的充电优先级在整个电网里是最低的啊。什么意思？只有当这个电网里有富余的电量的时候，它才会去充电。比如说我们这样一个风电放在这儿，它也能给这个能量枢纽进行充电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能量枢纽也在充电，只不过充电的功率非常的低，只有209 k 瓦。但假如说这个系统里的这个电量不足了，它这带不动了啊。比如说我在这边放一个这个，我估计它就带不动啊。这个东西的充电速度很快的，你看到它这个就不充了，它会优先把这个电量去花在这个其他的机器上，这也是它的一个特性。但是这两个特性呢结合在一起，其实呢对于这个能量枢纽来说呢，就有另外的一个新的特性啊，就是它可以做一个电网的一个优先级啊，这是它的另一个特性。关于电网优先级呢，其实有点算是你不能说是超纲吧，算是进阶项的内容啊。对于我们这种无限资源的党来说，其实是用不上的啊。因为无论是我们这个星球也好，或者是母星的主星球也好，我们大多数能源其实都是清洁能源。清洁能源，我们充这个能量枢纽的这个能源也是清洁能源，我们母星上的能源也是清洁能源啊。它优先消耗哪一个，对我们来说影响都不大啊。所以绝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的这种难度的这个档啊，其实是用不上这个优先级的。但是呢，对于一些物资比较紧缺、资源倍率比较低啊，然后以及难度比较高的档呢，这个东西还是很有意义的。那如果小伙伴呢对这个感兴趣，不妨自己先试着去想一想啊，这个电网优先级怎么做啊？如果这个大家很感兴趣呢，下一期我们就来聊这个事儿哈。如果感兴趣的人不是很多呢，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啊，先不聊了啊，因为它这个费的口舌有点多。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我发明的，是我跟笑笑学的啊。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啊。然后我们来把这个能量枢纽的充电结构给大家做出来啊。我们把这个特性说完了啊，说完了。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只要能用到它的充放电特性啊，对于我们这个档来说就足够了啊。那如果想做电网隔离呢，大家想看，我就留到下一期再来说啊。然后呢，这边呢建议还是用4项分流器的结构。4项分流器虽然是有卡顿的这种特性在啊，但是当你数量少的时候，当你还没开始大规模的发射火箭的时候，这个卡顿还显现不出来啊。这里呢还是用这个4项分流器的结构是最舒服的啊，所以我这里推荐还是用4项分流器。然后呢，这个能量枢纽呢，它有一个特点，我们先给它都选成这个充电啊，充电。我们的目的呢是把这个星球的电力转化成满电的电池输送到母星去啊，所以肯定是充电的模式啊。然后通过这个4项分流器的结构呢，让它输入到这个能量枢纽里。能量枢纽呢会输入这个电池，然后再输出另一种形态的电池。输出的这种电池呢是不会卡这个能量枢纽的，输入的不行，输出的可以不卡。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这样的串联，就有点像是我们导弹的那个塔一样，它就可以这样的串联。输出的这种是不会卡的，输入的不可以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让这种满电的电池呢再回到我们的这个
塔中再给它输送出去。我们这边再选一个满电的电池。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星球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需要充电的电池数量拉满了，因为这是我们集中充电的一个星球啊。然后其他的需要用电的星球，你记得你设置这个塔的时候，你要把你蓄电池的这个量不要设置太高啊。它的这个蓄电池的量如果超过了整个星系里正在循环的这种待充电的电池的量啊，就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啊？比如说啊，我们现在在母星需求这个蓄电器啊，然后我没管，我就给它拉满了，然后母星囤了一大堆充满的这个蓄电池，然后我去到一个新的星球以后，我想要充满的蓄电池之后，我就拿不出来了，因为母星是本地供应星际需求啊，你没有办法再给它星际供应出去了啊，所以你就拿不出来了。这个时候整个星际中流通的满电的电池又不够用啊，所以就会导致一个尴尬的问题啊。所以你需求满电的电池的这个塔各个星系都不要需求的太高啊，尽量不要超过这个一满仓的加在一起不要超过一满仓的空电池的数量。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加多你的整个系统里空电池的数量来规避这个问题啊，但是这个问题需要额外的注意一下。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用这个能量枢纽的这个星球电力突然跟不上了，原因是什么？原因最大的可能就是你的电池的流速或者是流量出了问题，跟不上了。好，这边我们就放下了能量枢纽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充电的这个功率。我们充电功率可以接近到这个跟这个黄的加在一起小于我们的这个发电性能，其实就可以所以我们还可以放很多啊。这里就能看出这个108的一个这个好处所在了啊。那如果不是这种108的这种充电的这个功率的话，它会导致你放的能量的枢纽的数量还要再多一倍啊，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个机器的造价还是挺高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不需要那么多的能量枢纽了。那接下来呢，小米把这个能量枢纽这个地方放完你需要稍微的去记一下你大概一共用了多少的这个能量枢纽理论上呢，你每载发电的这个星球里放下一个这个能量枢纽，你就可以在未来在星系的任何的一个地方去需求一个这个充满的电池就是做一个放电的枢纽所以呢，我们假如说在这个星球放了20个能量枢纽去充电，未来呢，我们就有20个余额的放电的能量枢纽可以用尽量把这个数值稍微的记一下不要去超过它。我这里在干什么？我这里做的不对充电的这个电池不能这么走这么走没有意义我稍微的修改一下。好，我们这边一共放了20个能量枢纽它的充电功率基本上达到了我们这边的上限了我们的耗电需求现在比较低，是因为能量护盾基本上都充满了，但实际上我还有一个护盾没有放下去但是也没关系它即便这个因为我们的充电功率在整个电网的需求里边是这个优先级最低的嘛，当我们这边有额外的这个电力需求的时候，这边就会相应的减少这个充电的功率优先负责电网的这个需要的位置所以就没有关系我们这边放20个就足够了充电速度也是很快了。好的，那这样呢，我们就基本上实现了电力自由当这个电星做好之后电力自由的时代就已经开启了。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到母星去开始为我们的绿糖生产做一下最后的一点点准备这一期我可能就是不会大规模的产一些绿糖就会稍微产一点好，我们到了母星再来给大家详细的说。好，回来之后呢，我们把电力系统补上之后，我们也把这个母星的行星护盾给充上可以看一下电力的状态。目前是理论数值是421，但实际上有很多的功率现在是在给我们的这个行星护盾在充电实际上还可以更高我这边呢应该是放了，看一下放了4台的这个放电的能量枢纽每一台是108，也就是400多兆瓦的数值，所以理论的上限还有更高的多，所以现在我们家里也不会再来这个黑雾袭击了，这还是挺不错的。然后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先来给大家分析一下从紫糖到这个绿糖的阶段过渡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发展这个阶段呢，相信是劝退新人小伙伴最多的一个时间点我们可以先来分析一下我们前期的这些糖分析之前我们先不要让科技停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绿糖还没解锁呢，把绿糖给它解锁掉，
然后一些紫糖能跑掉的科技，虽然暂时可能没有什么用吧，我们先给它走掉啊。这些科技先给它走掉。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啊，就看前4色糖也可以啊。先看这几个糖，首先啊，这个蓝糖不用说了，就很简单。红糖就是稍微的复杂一点，涉及到了化工，涉及到了氢在里边啊。然后从黄糖到紫糖开始，你可以看到，无论这个是黄糖还是紫糖，这里边涉及到的最复杂的部分都是有关于这个油的精炼或者是化工产线的处理啊。在对于黄糖来说呢，就是钛晶石里边涉及到的这个有机晶体，在母星的时候，我们只能用这个精炼油和塑料来制作啊，这个过程就需要用到我们的这个油的精炼的过程。再到紫糖就更明显了，紫糖的这个粒子宽带里面，首先它自身就要塑料，其次呢，它需要这个碳纳米管。碳纳米管呢是由石墨烯做的，石墨烯如果没有这个高效配方的话，我们之前说了，如果你走这个低效配方的话，你要用到硫酸，硫酸也是由这个精炼油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从红糖到紫糖，除了红糖用了一点点氢以外啊，黄糖和紫糖主要用的都是油啊。所以呢，我们之前造的这个化工产线，我们这个星球只造过一次化工产线，在我整个开档的过程里，就是在红糖这里啊，我当时就是按照氢气的需求量做的这样的一个量化，做了24个的这样的一个化工厂啊，氢气是刚好够我们的180红糖的啊，这是这个。但实际上呢，由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档上里边拥有黑雾的掉落物啊，导致黑雾的掉落物参与到了这个其中，导致我的这里边的这个精炼油的数量是有富余的。理论上来说呢，在我们做了这个红糖、黄糖和紫糖之后，我们应该是氢的数量消耗光了，但是精炼油的数量还这个不够啊，精炼油的数量不够才对啊。氢的数量可能有富余，但是精炼油的数量不够才对。但是实际上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缓存罐里啊，这里的精炼油根本就花不光，就是因为我们的无论是黄糖也好，还是紫糖也好，都用了一些黑雾掉落物作为这个产线的补充，导致的这个精炼油消耗不足啊。那具体的数值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我们首先是 P 键啊，按 P 键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行星的里边的啊，就看我们本星球当前星球的这样的一个物料的这样的一个消耗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啊，你可以时常去看这个，观察一下自己的哪些产线是不足的。比如说钛晶石这里明显是不够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还要做一个钛晶石的产线啊。再看看其他的有没有什么不够的。粒子容器这个我就不打算做了，就用黑雾掉多少我们就用多少就好了。处理器我们在外星有，在这个第2个星球有啊，所以它不用管它，它的稍微多也就多了。所以我们主要的是呢，把这个精炼油和氢一定要单独放在一个收藏夹，我们主要观察它。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无论是油的速度还是氢的速度，它的生产速度都大于它的消耗速度。这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早晚或早或晚，我的这个红糖这边的这个产线一定会堵啊。之前之所以没堵，是因为我做了大量的缓存啊，那早晚会堵。那如何来面对这个堵油或者是堵氢，就是我们整个糖的产线里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啊。那将这个问题扩展到绿糖，其实是依然适用的啊。这个科技还没解锁，我们这样来看，绿糖的生产它需要一个引力透镜和一个粒子粒子芯片啊。引力透镜可以看一下，它的制作是需要奇异物质，奇异物质需要粒子容器和重氢啊，重氢和粒子容器粒子容器呢就涉及到化工的产线了，对吧？粒子容器就不用说了。重氢怎么来，我们一会儿再说啊。这是引力透镜，然后我们再看这个量子芯片，量子芯片就更复杂了。它除了消耗 CPU 以外， CPU 就是铜和硅啊，那它还要位面过滤器，位面过滤器里边呢，这个钛化玻璃好做啊，就是石头、钛和水嘛，对吧？玻璃就是石头，但是它还需要卡西米尔晶体啊。你可以看到卡西米尔晶体也是需要大量的氢，它需要的氢量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假设你的这个在生产绿糖的时候，假设我们不需要去为了这个石墨烯发愁啊，整个的这个绿糖的生产过程中，产线里啊，如果你的石墨烯是通过这个可燃冰转化的，并且你拥有硫酸的来源啊，就是假如说你的这个6光年以内的星系里有硫酸海啊，那我们有硫酸的来源，我们的整个的绿糖的产线里其实是可以不用到精炼油的啊，精炼油是可以不用到的，只用氢和重氢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分析完啊绿糖、黄糖、红糖之后，我们发现，哎，你这个
产线无论如何，无论多大啊，这个配方无论是怎么一个个套娃，但实际上最难处理的还是这个氢和油的关系啊。那现在呢，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氢和油的数值是一个这样的数值，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件事儿？在我看来呢，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解决啊，就是不解决，因为我们的这个油的消耗速度是比氢的速度快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只要我们的这个星球里不堵油啊，只要整个的这个红糖的产线里油不堵啊，油不堵，氢怎么堵都无所谓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在造卡西米尔晶体的时候是无论如何都要从外部进行供氢的。这供氢的来源有2大类啊，一类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机器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分流塔啊，也叫做转转乐啊。通过氢气来产重氢啊，1%的概率产这个重氢啊。当然也有人喜欢用这个粒子对撞机，但是它太傻了，它的效率远不如转转乐啊。这个我们到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这是一种解决氢的方案。另一种解决氢的方案呢，就是用轨道采集器去采集我们的器聚星啊。器聚星啊，只有器聚星是同时具有重氢和氢的啊。如果你是个冰聚星，你就是氢和可燃冰，你就没有重氢了。所以我个人更喜欢用这个器聚星开局啊，它有重氢啊。这个地方的这个产量，你别看它产量好像很低啊，但实际上你如果做的糖厂规模不大的话，你也用不了多少重氢啊。假如说我们就以一个60氯糖的这个糖厂来为目标的话，这个只要放2个轨道采集器的重氢就足够你用氯糖去60氯糖做完了啊。然后呢，这种器聚星呢，它分为高产器聚和普通器聚，像是这种0.03的这种产量呢，就是一个普通器聚啊。我们可以把这个星系放大，只要它的产量呢能超过0.15，它基本上就可以认为是一个高产器聚了。你可以看到这就是冰聚啊，冰聚只有可燃冰和氢啊。我们再找啊。这个0.04的，这也是一个低产的。我们再看啊，有没有高产的？哎，你看到这边就有啊，这个不是，这是一个冰聚啊，再远的看不到。那看来在我们6光年范围内，哎，这个超过0.15了，这就基本上算一个高产器聚了。我们平常就0.03、0.04嘛，它都已经3、4倍了啊，已经算是一个高产，但是它相对来说差一些，一般来说能达到0.2、0.3啊，甚至还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器具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这个它分为这2种不同的器具。你要看啊，如果你是高产器具呢，你的这个重氢的采集效率会更高，你所需要的这个采集器的数量更少啊。这个采集器呢是需要用到这个大塔，再加上我们充满电的这个电池来做的。充满电的电池我们现在有了，所以很好弄啊。这个呢，在我们的这个黑雾的这个产线上也是可以做出来的。这就是解决氯糖氢的来源的2个最核心的方式啊。所以我们只要做到黄糖、蓝糖到紫糖期间，你的这个油不堵啊，或者说你的油够用啊，你的油不要有问题，你的油和氢能达到一个自平衡啊。外面的这个氯糖的氢，我们可以从外面去供啊，外面去供。所以呢，我们啊，只要做到油不缺就可以啊。那有的小伙伴说，假如说这边油堵了啊，我给大家输出的核心观点就是啊，只要油堵了没关系啊，只要氢不堵啊就没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后边黄糖和紫糖的产线里消耗的都是油啊，但是氢堵了的话，油就产不出来了，我们就黄糖和紫糖就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只要氢不堵啊就没关系，油怎么堵都可以啊，油怎么堵都可以。那有的小伙伴就说，那油堵了，这氢不够了，红糖怎么产啊？我们可以通过外部去供氢的方式，比如说啊，我们甚至就可以在这里啊，直接在这个塔里去需求一点氢啊，就不用需求很多，需求一点氢，做一个优先级处理啊，去补给给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体系里有很多冗余的氢啊，包括这里的啊，包括那边的。那个叫增产剂那边也有冗余的氢啊，但是这些冗余的氢你光用这点氢去造氯糖呢，它实际上还不够啊，还欠点，但是它用来弥补这个产线上的氢是足够的啊。我们大概率是用不上这个结构的，但是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假如说啊，我只要氢不堵就可以，所以如果氢不够怎么办呢？氢不够我们可以外边去补一点，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转弯让执行让转啊，对，转弯让执行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不应该给这里的啊，哎，我们就给到这个氢不就可以了吗？这边的氢是满带的，所以它其实是输不进来的。但是假如说这边的氢不够了，这里的袋子空了啊，这边的氢就可以补进来啊，所以啊就不会影响到绝大多数的不会影响，完全不会影响。氯糖的爪子第一个在这里啊，
就不会影响到绿糖的这个生产啊。所以只要氢不堵就可以啊。对于我们的这个体系的核心来说，当然这个是因为我们有黑雾掉落物的参与啊导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对于正常的产线来说呢，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其实还是这个有一点缺油的，我们油比较富裕啊，有一点缺这个精炼油的。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说我的这个绿糖的观点了啊。绿糖接下来要怎么做呢啊？我们已经平衡了红蓝黄紫的这个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核心问题啊，就是油和氢的问题，我们已经算是做了一个平衡啊。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呢？接下来如果要产绿糖啊，产绿糖分为几种情况。假如说啊，你是一个一周目的萌新，你的目标就是想通关，就是想通关这个游戏，那我会推荐你在母星啊，就在母星发展就行了。戴森球也在母星做啊，你的这个绿糖产线就做个60每分钟的足够了啊，60每分钟就足够了。你甚至可以不去需求那些稀有矿石，你就在这个母星上去和面啊，你就造一个60每分钟的绿糖产线，足够你过关了啊，足够了啊，因为你的建造速度是没有你的科技跑得快的，所以说是足够了啊。哎，这个就是我对于一周目萌新只以跑完这个科技为目标的小伙伴的建议。那有的小伙伴呢，这个比这个计划想要再走远一步，我说我其实还是想造球的啊，我想造一个戴森球，我想造一个大一点规模的糖厂啊。那我给你的建议，如果你跟我一样用的是这个被动难度啊，走的是这样一样的一个游戏设置啊，我给你的建议就用黑雾。黑雾的掉落物里能出的绿糖的数量是非常足的啊。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黑雾掉，首先它掉卡晶啊，卡晶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瓶颈之一，其次它还掉量子芯片啊，它还掉这个引力透镜，它还掉奇异容器，它还掉这个位面过滤器。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我们刚才讲过的东西啊，这些东西都能用上。那这些东西一旦用上了之后，就意味着我们完全可以利用黑雾的掉落物把绿糖做出来啊。那我就推荐你先在这个我的这个档也会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先通过这个黑雾掉落物的这样的一个途径，把我们的绿糖生产出来一些，可以不用特别的多，但是我们要生产出来一些。这个生产出来的一些呢，主要跑哪几个科技呢？第一个科技光子巨数采矿啊，第一个科技走这个，第二个科技走这个驱逐舰。这个一个要600绿糖，一个要800绿糖，这只有1400的绿糖。第三个科技呢，走我们的这个宇宙探索4，哎，走这个宇宙探索4啊，这个需要2000绿糖，这是让我们看到整个星系的矿物分布的啊。我就推荐你啊，用这个黑雾掉落物的绿糖，就走这几个科技，足够了啊，足够了。等你把这些科技走完了之后，我们去量产一些这个大矿机，以及量产一些驱逐舰啊。然后我们就可以飞向星辰大海，就不要再在母星中发展了，我们就直接开始大规模的起大工厂了，没有必要再在母星上做一个什么120的、180的也好、200的也好的一个绿糖的一个产线啊。我个人觉得完全可以跳过这一步啊，直接就奔着这个大工厂就直接就去了啊。我们要做的只有2件事，一个是把这3个科技跑完，另一个是把这个科技跑完以后解锁出来了一些对应的建筑，我们要在这个超市里做一些量产。一个就是这个驱逐舰啊，驱逐舰是这个现在是能造的是护卫舰啊，之后能解锁的这个驱逐舰，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大矿机，再有就是轨道采集器啊，这个粒子对撞机啊。量子化工厂呢，可以先等一等啊，我们就先用普通的化工厂也可以，量子化工厂还可以再晚一点啊。然后粒子对撞机要开始做了，要做一点啊。然后呢，其他的主要就是这个啊，主要就是这几个。所以你会看到呢，要想做这几个里边呢，其中用到了一个材料叫做框架材料啊，框架材料和钛合金会在我们的这些后边需求的这个产线里会需求的量比较大，所以呢，我的绿糖是不做量化生产的，但是我要去做一个框架材料和这个钛合金的这个量化生产啊，这是我的一个选择和想法啊。那我这里说了第二种可能性，那第三种可能性，假如说你是一个正常难度的档，你没有去这种大规模的养黑雾啊，或者是黑雾你根本不敢养，你打不过啊，你也没有这个东西啊，但是你也想造一个大规模的糖厂，你怎么办啊？那我就推荐你啊，在我们已经解锁了6光年内所有的这个矿物分布之后，你去找有这个有机晶体啊，金伯利倒是无所谓啊，因为这个金刚石不是很贵啊，但能找到有金伯利矿石、有机晶体啊、硫酸海
硫酸锑是必要的啊，然后以及可燃冰啊这几种矿物的这样的一个星球啊，这个卡西米尔晶体里需要的这个卡晶里需要的矿山是有则最好，没有其实也行啊，因为有了有机晶体，我们就可以生产这个钛晶石了啊。那你要是没有有机晶体，你就直接找这个光山石啊，你找到它们以后，哎，你把它们运回来去量化生产你的这个绿糖，也能实现绿糖的规模化量产。然后等你的武器的科技啊，等你有了绿糖以后，你就可以大规模的升你的武器科技，武器科技高了以后，你也可以去飞向星辰干大海啊，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哎，这就是我对于大家的一些这个绿糖发展的过程中的一些思路和建议啊。分为了以下的几种情况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去选择需求的这个发展的方向啊。我个人觉得呢，玩戴森球这样的游戏呢，一定要思路稍微清晰一点啊，因为一旦思路不清晰呢，你就有可能导致呢你的这个目标是混乱的啊，目标混乱带来的问题就很多啊，有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有可能又有那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弄过来，然后这边做绿糖的话呢，一定是要喷增产剂的啊，增产剂是必喷的。所以我们这边一个是给绿糖，一个是给蓝剂好了。蓝剂我们要的量并不需要很多，需要一点点就可以。然后我们把这边生产的这个产线的这个蓝剂给它喷上。所以呢，给大家做完这个绿糖的生产的这一块啊，我会去做一个这个粒子容器啊，粒子容器不是粒子容器，这个框架材料和钛合金的产线，我就不会多产，每一个就做个90每分钟就足够了。目的就是给超市供两这两个东西啊，为我们之后做大工厂来积累资源啊。我现在呢，这个科技对我来说并不是最大的瓶颈啊，这个超市是我发展后边大工厂的一个瓶颈，所以我会先需求这个事儿哈。然后呢，把这两个事儿做完了之后，我还会再做一件事呢，就是把我们刚才说的超市里需求的东西啊，去给它生产一下。这就是我这个档啊，这一期视频之后会做的一些内容啊。有一部分可能会放到这个正片里啊，但绝大多数内容可能还会在我的这个大合集里。感兴趣小伙伴呢去看就好了，因为这期视频我估计，说到这儿已经挺长的了，因为讲了这个行星护盾和这个能量枢纽这两个东西啊，这两个东西。说起来也不复杂，但是需要的口舌也真不老少啊，所以，我也就多说了一些，希望对于一新人玩家有所帮助啊。因为我当年在作为萌新的时候，在这两个东西上有很多困惑啊，我已经把我尽量想到的困惑都跟大家说了啊。哎，行吧，拆了就拆了吧。好的，那我们这边这个快进一下啊。好，我们来做这个框架材料和钛合金的这样的一个产线啊，因为钛合金是生成框架材料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组件啊，所以我们两个产线就融合在一起了，还是那一套啊，其实，大多数的东西都是类似的啊，比如说产的这个，需要的这个石墨烯啊、碳纳米管这个东西，我们之前的产线里都已经。造过了啊，就没什么可说的，我们就仍然采用这样的结构就可以了。氢气呢，我们仍然是有富裕的啊，只要用这个可燃冰去产石墨烯的话，氢气肯定是有剩余的，所以余氢的处理啊，就是我们下一期的重点，所以下一期应该会开始做转转乐啊。当然，转转乐的目的还是为了产重氢啊，这个余氢只是一方面。到时候会跟大家去介绍这个三塔储氢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然后我们现在先来说一下这里我们需求可燃冰，然后氢啊，还是先在这个塔里做一个缓存，然后做一下爪子的处理。这边出的是氢，这边进的是可燃冰，然后这边出的是石墨烯，然后复制。
然后呢，这个钛合金是需要用到钢来炼的，所以我们这边做一个炼钢的一个结构，炼钢和铁都是这个9:9的一个数值啊，那这样给它算一下。这边4+5刚好是9杠，然后这边输出的铁呢，然后我们在这边变成钢，钢再在这里呢也炼成钛合金啊。钛合金呢，它还需要钛和这个硫酸，硫酸我们可能等到下一期啊可能或者在这一期的最后，我看一下时间啊，那可能是下一期，可能是这一期最后啊，我们去做一个这个去找一下硫酸海啊，去搞这个硫酸啊，否则太麻烦了。我个人倾向于还是找硫酸海啊。这里可能这样的一个回环结构不好啊，我们看一下这边的钛板过来之后。感觉可以在这儿做个4项吧。4项分流器之前也没给大家讲过啊。4项分流器，你如果觉得它占地面积太大的话，它有别的结构的啊。这4项分流器我们可以按 Table 键，可以改变它的外观，一共有3种结构，分别是我们最常见的一层是2层，1、2、2层。不对，一层这个两个分流和1、2、2层分流啊，还有这种这种交叉十字分流的啊，这种都有。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用一个看一下，这里再删一格的话，用一个这样的结构，让1层和2层可以做个分流，2层我们就从2层出来，按一下上啊，就可以从2层出来，2层出来的仍然是我们的钛板啊，钛板出来了之后就可以从这儿过来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一下标记啊，这个也是4项分流器的一种用法啊。那这边有了钛，我们这边钛合金啊。现在就差一个硫酸啊，外源的硫酸可能是从这边过来硫酸之后应该会用塔过来啊，所以也可能是从这边啊，从这边外源的硫酸从这里过来啊，然后这里呢炼出来的钢啊，炼出来的钢我觉得要绕一下啊，否则速度上可能会有所不够啊，所以钢我们从这边走。那这里走的就是钢。钢，然后看一下啊，钢就从这里出来，铁板从这里进啊，那这边我们就又好了。那钢出来了之后呢，钢从这里啊被我们的这个钛合金的冶炼给它抓进来啊，然后还要钛板，还要硫酸啊，这边走的是硫酸，硫酸呢肯定也是从塔过来啊，这边选择需求。然后看一下这个硫酸可能从这儿，最好不要影响到这边，因为我还并不清楚这边占多大空间，所以我们可以走一个这个2层带，然后走一个垂直结构，这也就下来了。好，然后这边就是，这里直接就可以拐了啊，这里就是硫酸，这就是硫酸的这个线了，然后这样就复制。然后呢，生产出来的钛合金呢，我们可以从这边出去啊，这里可以直接钻过去，刚好这个格子可以钻出去吧？看一下，对哈，可以直接钻出去，那这个钛合金就出来了。这边我们也用一个滤爪，为了保证速度啊，其实应该用不上的，但我们现在电力已经自由了，无所谓。然后这个钛合金出来，一部分呢肯定是给这个塔的。物品不足，我们把这个绿带花光之后就开始换蓝带了。一部分肯定是给这边的这个框架材料的，但是在框架材料用完之后呢，如果还有剩余，我们就可以进塔了。那这个塔呢可以去运输一下这个钛合金，主要是给我们那边超市用的，因为我这边做的是一个等于是180的钛合金，其中90要给这个框架材料。好，那这边我们就可以抓一下。这里抓的这个就是钛合金，然后这里生产的就是我们的框架材料。框架材料还有什么？还要这个硅啊，硅就从星际塔啊，不就是从塔里来了啊。这边我们再需求一下硅，飞机在物流的格子里啊。好，这边需求的硅可能要稍微的绕一下。
这样龟就从这边进来。然后碳纳米管，碳纳米管我们刚才是从，看一眼啊，碳纳米管是从这里吧？是这里吗？碳纳米管应该是啊，应该是这条。这边一条是那个啥，一条是碳，外面这层就是碳纳米管，所以碳纳米管是这个，是这个。那估计我们换一条线，碳纳米管如果走这边的话，估计我们就换一个位置。哎，我这删是不是删错了啊？哎，都删成可燃冰的那条线了，应该是。好，工厂画完了，我们这样把电力接进来，这个框架材料和碳纳米和这个钛合金啊就应该开始生产了。现在唯一欠缺的就是硫酸啊，硫酸还没有拿到啊。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按 V 键出来看一下我们的星系啊，我们能看到6光年以内的这个稀有矿物，可以稍微的看一眼。我这张图呢比较那个啥，6光年以内是没有硫酸海的。虽然其他的这种稀有矿石都有啊，但是就是没有硫酸海。我是没有去开图去图透的啊，我也不知道哪里有硫酸海啊。那现在呢，对于我们来说呢，有2种解决方案，一种就硬着头皮自己生产，另一种方案呢就是出去找。出去找呢，我们就看哪边的星球的这个星球多啊，比如说这里我觉得星球比较多啊，我们可以尝试呢先飞到这个星球，这个星球距离我们的母星只有2.46光年，很快就能达到。我们的这个6光年的这个探索的距离啊，看一下科技里啊，这个升级这边宇宙探索3啊，这个6光年是以伊卡洛斯为中心的啊，它不是以母星为中心的，所以我们只要飞出去啊，我们就能看到更大的范围了。那在飞出去之前呢，我们先给我们自己的母星改一个名字，这个就改成叫做地球啊，我习惯这么叫啊。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是吧？这在外面这里我要不就改个叫月亮，哈哈。然后我们的这个母星系就叫做太阳系啊，在这个恒星这里写成太阳系。哎，然后这边的这个星球，这个星系里的所有星球，我们就基本上都命名完了。然后我们就出去出去给大家说一下有关这个叫做什么跳取器的事儿啊，跳取器的事儿我们就飞到这里吧。建议放大啊，然后选择一颗恒星作为你的落脚点啊。阴灵海这个星球挺好看的，我们就去这里给大家看一下。然后边飞我们边说有关跳取器的事儿啊。我们伊卡洛斯解锁这个曲率飞行是在我们的驱动引擎4啊，也就是紫堂科技的时候，我当时特意去跟大家说了有关这个驱动引擎4的事儿啊。是以这个机甲核心4作为前置的。但是驱动引擎4呢，其实是并不需要紫堂的。我记得啊，在这儿驱动引擎4，伊卡洛斯就解锁了曲速飞行啊。然后呢，我们的星际物流塔也能解锁曲速飞行，它在哪儿呢？它在我们的物流运输船引擎4，这个运输船引擎4的这个位置啊，就可以让我们的星际物流塔也解锁曲速飞行了。在它解锁之前呢，我们可以按 I 键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些星际塔这里是没有放翘取器的这个口的。而我们的伊卡洛斯这里有一个啊，这里就是我们可以放翘取器的位置啊。然后呢，飞出这个这个母星的引力范围之后，我们摁这个大写字母切换的那个键啊，在左 Shift 上面大写字母
这个消耗这个切换的这个键，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曲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第一次进这个曲速飞行，观感还是非常的好的啊，觉得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啊。但后边看多了也就麻木了。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2光年的这个数值在一点点的减少，变成几十 AU 到个位数 AU 的这样的一个数值。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电力也在飞快的减少啊。但是这个电力你并不需要担心，你只要方向对得正啊，并且不要一头扎进黑雾上啊，这个电力即便为0了，我们都不用特别的担心啊。只要你的这个舱里是有能量的啊。快到了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曲率曲速给它再按一次大写键啊，我们就可以切换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稍微加一点速啊，直接就飞向这个英灵海啊。降落之前呢，要稍微的对准一下，不要一头扎到黑雾里。虽然我们是被动的啊，但是最好不要一头扎到黑雾里，找一个角度啊。然后你觉得不放心的，你可以摁 S 键去减速啊。这样我们就可以啊，第一次啊飞出到了我们的星系之外啊，并且进行了一次曲速飞行。然后我们在这个星球里摁 V 键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看周围的更远一点的，更远2点几光年的一个位置啊，有没有那个啥，有没有这个啥呀？5.36光年有机晶体。这边有硫酸海啊，4.41光年，这是离我们的母星算是2.46，再隔4.41啊，刚好超过了6光年的范围啊。这边有硫酸，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是往这个星系去走啊，然后找到有硫酸的那个星球啊。猩红冰湖应该不是，应该是个火山灰吧？一般硫酸海都在火山灰啊。飓风石林，火燃冰，这个好多行星啊，这个球好多行星。这有一个熔岩，这也是硫酸海啊，火山灰啊。我们就以这个星球为目标，我们再飞到那儿就好了。然后你可以在这个路上呢，去多找几个星球去欣赏一下这些星球的风光啊。然后呢，这个伊卡洛斯进行远距离旅行之后，我们的这个电力消耗是非常大的啊。那一落地呢，你就可以找一些清洁能源，你无论用这个太阳能也好，你还是用这个叫做风电也好就找一些清洁能源，然后配合上我们的这个输电的电线杆啊。这每一个电线杆的都能可以给我们增加我们的这个充电速度啊，可以看到这个充电速度有所变化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电网充电2.28兆瓦啊，就是我们每一个电线杆提供的这样的一个1.14啊这样的一个数值啊。除了这个电线杆能充电以外呢，还有一个东西也能充电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信号塔。信号塔的输电的速度比它更快啊，你可以看到啊。这个输电的速度要比它更快，但是由于信号塔本身它耗电量也更高啊，所以一利一弊啊。所以最快的一个充电呢是结合你的这个无线的这个输电塔，再加上这个信号塔，你可以给自己做一个蓝图啊。每一次呢这个伊卡洛斯没电了，就把这个蓝图拍下来，去进行充电啊就可以了。当我们现在消耗的电力不是很多，我们就直接再次飞行啊。摁住 W 键，摁空格啊，你就可以飞出去了。当你脱了这个恒星的引力范围啊，这个行星的引力范围，也就是左下角看不到这个星球了，我们可以加一点速啊。左下角看不到了，你就可以摁曲速了啊，摁这个曲速的这个界面啊，然后我们就进到曲速的模式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曲速飞行了。然后呢，最后呢，我们到了那个硫酸海，再跟大家说一下有关星际物流的大飞机的这个曲速飞行的一些需要介绍的内容啊。好，来到这边，我们只要找到一小坑的这个硫酸就可以了，然后放下我们的。哎呀，我没带抽水泵，我的天哪！点中点，我还得回去一趟。那我就先假设我有了吧，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来到了一个新的星系，因为我们已经有能量枢纽了，我们就不需要再像以前一样不得不去打黑雾了。黑雾我们可以管。也可以不管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去进行建筑需求这个满电的电池啊。像我说的啊，这种地方不要需求太多，需求一点点就好了。但是啊，就有上一期有小伙伴问我啊，有关这个星际物流运输最远的运输距离是多少啊？这里我可以做一个回答，最远的运输距离你可以看到运输船的距离是无限的，但是呢，它这个塔放下去默认有一个设置啊，就是这个翘取器必备，它是勾选的。那就意味着超过12 AU 的这个路程，我们就必须使用翘取器才能飞。所以打现在它飞不过来，因为这个距离就有6、7光年之远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摁 I 键进入这个总控面板，然后去到我们的这个电力星啊，打开电力星的这个面板，然后拿出我们的这个身上常备一点翘取器，给它塞进去。
然后给它塞进去之后啊，然后这边也有塔，对吧？也塞进去了，你会发现，哎，这里就有了，它就会可以运过来了。所以这个船每一艘船都会消耗一个翘取线，这个翘取器的消耗速度还是挺快的，所以你要时常的去给它补啊。所以建议呢，这种地方呢就要给它一个这个翘取器，让它去需求啊。这边翘取器去需求，比如说是星际需求，需求量也不用很多啊，一次需求个100足够了啊，留一个格子。但是我们现在的翘取器的都在黑雾的那个小塔里啊，星际上不好运输，我们可以切回我们的这个地球啊，放到行星内物流塔。我们可以看一下能不能稍微的那啥，哎，可以看一下星际物流塔有没有空，哎，有空哈，这里有空啊，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选择这个翘取器啊，我们选择。也不用太多啊，有个400-500吧。我们选择本地需求啊，然后这里没有大飞机，导致它这个没有办法去取啊。那我们就再切回这个行星内物流塔，找到我们黑雾氧的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小飞机给它补上，哎，然后我们再切到星际塔，你就发现这边。哎，翘取器过去了，它这是本地需求的，在地球上需求的。然后我们再选择一个星际供应，然后它这边翘取器来了以后会自动先填自己的这个坑，然后它有了星际供应之后，它这个塔就会不断的给我们的这个电力星去供这个翘取器了啊。哎，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应用啊，这个翘取器就循环起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再回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星球上啊，它现在不是来了吗？来了，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电力枢纽去放电啊。放电之后就有了初始的电力，你无论是抽硫酸呢，你还是想清黑雾啊，你还是想挖矿啊，你就都可以了啊。好的，那由于我没带这个抽水泵啊，所以我还得回去，我还得再回来一趟。但是思路我给大家讲到了，你还缺什么绿糖的任何的珍稀矿物，你都可以用这个思路去进行循环的这个挖掘。如果你没有这个黑雾调的翘取器呢，你就只用绿糖或者是用透镜稍微的做一点啊。好的，那本期视频小米给大家带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帮给小米一个3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大家拜拜喽。